好，书接上回啊，我们继续编写我们上个视频没有完成的这个 EA。上节视频我们主要是针对于这个自定义的参数，还有全局变量指标的句柄声明啊，进行了一个编写啊，包括这个 on-in-lit 方法里面这个句柄的实例化。好，这节课我们继续。首先还是写一个 is new bar 的方法，它的目的就是只在开盘价运行一次。我们把这个函数写一下 ，is new bar。首先是传入 symbol， 然后是时间周期。还要传入这个 bars total。首先是获取 bar， symbol time frame， 然后进行一个判断，如果bars total， 我命名一下。然后它可能会跟我们的全局变量的命名冲突。bars total 如果等于当前这个 bars 的话，那么就是 return false， 代表的是，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当前还处于没有产生新 K 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走下来的话，那就证明目前是来到了一根新的 K 线，所以我们就给它返回 true。然后这里调用一下 if is new bar， 当前的 symbol 还有做单的时间周期，全局变量 bars total。如果它返回 false 的话，我们使用感叹号对它进行一个取反，就证明返回了 true。那我们就直接 return 出去，不执行后面的内容。我们再获取一下，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double 获取一下我们的 point symbol point， 然后再获取一下当前价。当前价有两个价格，一个是 ask 价和 bid 价，我们都获取一下。还是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进行获取 ask 价，还有就是我们的 bid 价。那接下来通常来说就是我们的 copy buffer 的内容了。copy buffer 内容也就是从我们的指标句柄里面获取具体的指标的值，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有一个 filter model 的，所以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判断。filter mode， filter mode 如果等于1的话，也就是单根均线。单根均线的话，就直接使用一个 copy buffer 就可以了。ma handle， 后是你要获取的是哪一个？基本来说，这里就是 mainline 的意思，就是它只有一个值，我们直接写0就可以。然后从哪里开始获取？从当前这根也就是0，获取多少个？我们这里获取2个。然后获取的数值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ma buffer 里面。下面我们还要针对于regas 进行一个获取。regas 的话，其实大体内容都是一致的啊。首先是 regas ma 的 handle， 然后也是获取2个，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buffer 里面。同样的语句执行4次。
好，这就是两个过滤器的指标值的获取。我们还需要获取一个，就是我们ATR 的值，ATR handler 也是同样获取2个。好，这里就把我们指标的值获取到了。下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持仓的统计。持仓统计，持仓统计的话，我们就需要单独写一个函数 count open position， 然后传入2个参数，一个是我们的 magic number， 还有是一个我们要分开统计，多单的和空单的。我们这里要分开统计，分别统计多单的和空单的 count by， 这个用来存储多单的持仓数量 count sell， 用来存储空单的持仓数量。获取之前，我们先对于它进行一个归零，然后是获取我们的所有持仓 positions total positions total 一个总的持仓数量，然后进行一个破循环，我们倒着获取，减1 i 大于等于 i 减减。首先获取我们的 position ticket， 这个是使用的 position get ticket 这个方法，直接给它传入这个 i， 也就是下标这个基数就可以获取到。然后需要这个 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也就是选中我们这一笔持仓。如果选中失败的话，我们给它取反；如果选中失败的话，我们就给它首先是弹一个提示，然后再 return false。弹一个什么提示呢？就是持仓选中失败。然后如果没有其他异常出现的话，我们再获取一下这个 magic， 使用 position get integer 来进行获取。编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获取到 magic 之后，我们针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这个当前持仓的 magic 不等于用户想要查询的这个 magic 的话，直接就给它 return false 就好了。不是 return false 这里应该是 continue， 让它执行下一笔持仓的判断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获取一下持仓的类型。获取方式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 position type，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如果这个 type 等于 position type by 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count by 给它做一个加，也就是累加的操作。但是如果它是等于这个 sell 的话，我们就是 count sell 加空单持仓做一个累加的操作。好，这就是我们统计持仓的方法。我们编译一下，没毛病。我们进行一个调用。调用之前先要声明2个对象，声明2个变量 ，count by 和 count sell， 然后把它传入到这个方法里面去。首先是 magic number， 是 count sell。count by， 然后是 count sell。那我们针对于这个方法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它
获取过程中出现了任何异常的话，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出去，不让它执行后面的内容。然后我们这里再进行一个判断，如果当前是有持仓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执行下面的开仓的操作了。适当判断就是判断一下这两个参数是否都等于。然后下面就来到我们真正的这个做单环节了。首先就是判断一下开仓条件是否满足。我们还是写两个变量，一个代表的是 long 多头的状态，默认为 false，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空头，也就是 short 的状态。还是跟这里的判断是一样的，判断一下用户启用了哪一个过滤器。如果是1的话，那么就是只是针对于均线做一个判断，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直接 long states 就等于当前价在均线之上，就满足我们的做多条件。做空条件的话，就是当前价在我们的均线之下。这种模式比较简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均线Vegas 的话稍微有一些复杂。好，这就是我们的 Vegas 的条件判断当前价要在均线1之上，均线1要在均线2之上，均线2要在均线3之上，均线3要在均线4之上。逻辑比较简单，就是均线比较多，写起来比较麻烦一点。空单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好，开仓条件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针对于这些条件进行我们ATR 的一个挂单了。先是判断多头，然后是判断一下空头 short。多头的进场价的话，就是使用当前价，也就是买单的话，那么就是使用 ask 价，ask 价减去我们 ATR 的一个系数。然后我们的目标价和止损价，也是同样的形式。这里是目标价、止损价。目标价的话就是现价加上止盈点数，止损的话就是现价减去止损的点数。然后是我们的这个购买，也就是下单。但是下单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计算手数，计算手数之后才是下单。但是下单我们这因为是挂单还要牵扯一个挂单的过期时间。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计算手数的方法写一下吧，还是需要开一个函数，然后计算一下lots， 它需要首先是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我们的进场价格 entry price， 还有我们的止损价格，还有我们的止损方式和止损依据。小写吧，根据变量进行一个区分。然后计算一下我们这笔单如果要是亏损的话，我们打算亏多少钱？我这里举例所以就只写一种方式。如果 SL type 等于1的话，那么我们的 SL money 就直接就等于这个 SL carry。其余的因为我们没有写，我们直接这里 return 0，然后是计算止损的点数，
symbol info double， 第一个是传入我们的 symbol，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symbol digit。这个需要 integer 获取到我们的小数位数，然后就可以获取止损的距离了。distance 就等于进场价格减去我们的止损价格，也就是它们之间的这个价差，然后价差取一个绝对值，因为有多空两种情况。取绝对值之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 normalize double 的转换 digit， 然后除以我们的 point， 好，这就得到我们的止损距离。编一下，应该不会报错吧？是什么情况？哦，我们这里把它写成了大写，应该是小写才对。替换一下。OK， 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没什么问题了。好，有了止损距离之后，我们还是要判断一下，如果你这个止损距离计算出来可能有些问题，导致它等于0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让它计算手数了，就直接给它 return。下面就是获取点值，点值的话就是我们的 ticket value， 我们使用一样的，就使用这个 symbol info double。传入 symbol， 然后是 symbol trade ticket value， 这就是我们的点值。点值的话也是要判断一下的，如果你这个点值小于等0的话，是要 return 出去。最后就可以计算我们的手数了。这手数就是使用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再除以我们的点值，就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手数具体是多少了。lot 就等于 SL money， 也是我们的风控除以我们的止损距离，是 SL distance 再除以我们的点值ticket value。最后给这个计算出来值让我们进行一个 normalize double 的一个转换，我们只取2位小数，最后还要对它的这个手数进行一个规范化。获取一下 symbol volume step。OK， 我们这个计算手数的方法就已经写好了，我们编译一下，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就来调用一下 double lot size lots 就等于，首先是我们的 symbol， 然后是进场价、止损价、止损类型、止损依据。好，我们的手数就已经计算出来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下单的一个过程。视频有点长了，我们先这样，然后下面的内容我们下个视频再继续。